我跳发就是这样发的。抛球不就是把球抛到空中吗？这已经是第3集在讲抛球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咪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抛旋球。然后大家应该看过很多那种就是很快、很炫、很强力的那种发球，对不对？很多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国内的比赛，大家都很常使用跳发的这个动作，就是这种咻过去的那种强力发球。如果是想要强迫取分，想要直接一次给他得分的话，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像这样子的强力跳发。那他们会这样选择，是因为这个跳发的强度非常强。那强度强到其实可以跟攻击有得比。那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多这样子的跳发的一些美感的话，记得去看一下这边的影片。对，我以前就讲过咯。虽然说当时的影片还蛮旧的，所以有些动画、有些什么东西都很阳春，然后可能讲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比较自然一点。对啊，可是还是有讲到非常多，就是应该要知道的一些重点。那我觉得就是，如果说你们想要练的话，是值得可以回去看一下。但是先把今天这支影片看完再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就是抛旋的球，就是让球怎么旋起来。那抛旋球非常常见，就是当我们在地上扣球的时候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暖身，我们都还是会扣地板嘛。那再来就是像大家如果说有在练习之前讲过的那个自抛扣，那或者是像现在刚刚介绍的练跳发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很常运用到抛旋球。那抛这个旋球有什么意义？那它就是让这个球有一个初始的旋转，那它一开始就可以旋转。我们在包球的时候，其实会更容易让我们的手包到这一颗球，在扣球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手感，然后就可以更完整的把你手的力量带到这颗球上。大部分的抛球的一些重点在前面都有讲过。那如果说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话，记得要先回去看，看完之后再回来看这一集，因为抛球的观念都一样，我们主要分成3个。第一个的话是抛球的目标位置，你要把球抛去哪里？那再来第2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抛球，惯用手或是非惯用手或者是双手。那最后的话就是根据你想要抛的球去调整你的手法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先稍微带到前面2点，然后最后把重点放在第3点，就是手法的地方。虽然说我们今天重点是第3点，可是这3点都很重要，因为你必须要先建立好前面2点，然后之后再运用第3点，让你变得更好发球。所以3个都要会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抛球的目标位置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：把球抛到你的击球位置。对，就是不管我们从最一开始的抛球方法，然后到抛不旋的球，到现在都一样，我们就是讲求就是把这颗球抛到你要去击球的地方。所以你习惯在这边击球，你的球就是要抛在这里；你习惯在这边击球，你的球就要抛在这里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吧？那讲细一点，我们旋球主要分成2种，第一种是抛站旋，第2种是抛跳旋。那站旋的球就是站姿的旋球，所以就等于是很像是我们平常在地上扣球。那其实在我国小的时候，我们发球也会这样子发，因为国小没有办法跳发嘛，所以我们就会用站姿的旋球去代替掉跳发这种强力发球。但是站姿旋球也是很有力，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比在空中还要稳定，所以你更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的力量一路灌到这个球上。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抛球位置就是在控制在1步左右的地方。那因为我的惯用手是我的右手，然后所以我的击球位置会把它目标放在我的右手的前面1步的位置。我们就会把球抛到我的右前方，然后1步跨上去之后，顺势把整个身体带上去扣这颗球。那你想要把球拉得远一点点，让你走个2-3步之后再扣球也是可以，可是这样就会不稳定。那当然这都是个人选择。那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跳跃旋球，也就是跳发。那在跳发的，就是抛球的距离的掌握，其实要看个人的习惯，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攻击步的起跳步数不一样。像有些人是喜欢2步跳，有些人喜欢1步，有些人喜欢3步、5步都有可能。所以我自己习惯可能是3步跳的话，我就是一样从我的抛球的点，
然后一路就是在我的惯用手斜上方，在我起跳，我假设我的残影在那边，好，我就往那边抛。那所以这个抛球的距离就是要看你个人的习惯去做调整。你在抛出去之后，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，这颗球好不好打。对，那下一次你就可以调整说，我要抛高一点，抛短一点，抛长一点。那再来第二点就是抛球方式的选择。那抛球方式其实主要就是三种嘛，惯用手抛、非惯用手抛，然后跟双手。那我现在讲一下单手抛。单手抛比较好掌握，是因为你只要控制一只手，那这一颗球在你的这只手上，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，所以你比较不会有被球多碰了一下，或者是你手多粘了一下之后球就歪掉，有一定的好处。那但是它也有坏处，就是你只要手一不正，这个球就是歪的出去，所以你比较好掌握，但是风险也比较高。如果说你今天是站旋，当球歪掉的时候，你身体大概歪一下下就可以发到，因为距离比较短，所以那个误差就比较小。那如果说今天你是跳发的话，你就整个大歪，哇，你就整个必须要这边跑进去，变成从这边跑出去，然后去发跳发。所以如果说你要单手发跳发的话，你就要好好练好你的抛球。然后再第二个就是双手抛。那双手抛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双手抛有点像是篮球，因为篮球你单手投也是可以，但是单手投误差比较大。那双手抛一样，就是你的双手其实第二只手可以当做辅助，然后去做这样抛，去做是稍微去扶正，然后让它去做好的一条线的抛球，就是像这样，它就比较不会让这颗球歪掉。一只手是辅助，一只手是主要出力。如果说你两只手都是主要出力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因为这一颗球的重心就在你的两只手中间，在中间这里，在中间我小拇指这边，所以变成说你的两只手的那个掌握度必须要很好，你才可以好好控制这颗球。假设我右手多一点点力，它就会歪掉。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建议说，可能是像这样子，一手是主要出力，另外一手是辅助的方式去做抛，双手抛。那我建议大家都去试试看，就是这些方式都是试过之后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。那我们来到最后的重点，就是抛球的手法调整，到底要怎么抛才可以让球转起来呢？非常简单，就是让它滚出去，就跟平常一样，我们把球先放在掌心，不管你是单手抛、双手抛都一样。我们利用离心的方式，当这个球我掌心向上，它不会出去嘛？那我掌心向前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滚出去。所以这个滚出去就是球初始旋转的一种方式，因为我们把球抛高的主要力道是从手臂嘛，所以它是像这样子出去。可是如果这样子，我的掌心都向上的时候，这个球不会转。所以呢，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就是掌心向前，最后在适当的角度让这个球离手，它就会用旋转的方式滚出去，就像这样。再一次，有看懂吧？就是我们在适当的位置让球离手，让球从这边从掌心到指尖，然后这样顺着这一条线滚出去，这个球就会有初始的旋转。OK， 这是第一点让球旋转的方式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就是削这颗球。这边小撇步就是用指尖勾一下。所以你看这个球在我的手指的指尖，我去勾它，有没有？很转吧？好，我已经示范几次，就是有没有？我只用指尖这样勾一下就很转。所以我这边统整一下抛旋球的流程。第一件事情，先把球放在掌心上，然后我们让这颗球从掌心一路滚出去，滚到指尖之后，再用指尖稍微勾一下，这个球就会变超级转，它就有2倍的旋转，懂吗？可以吧？有没有破解迷思？因为很多人都一直问我说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抛球可以抛到那么转？其实就是这样，你在最后勾这一下会超转。好，最后就是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练习的小撇步，就是我自己在玩球的时候，我都会拿着一颗皮球，然后从我的面前一样的东西就是抛旋球，那我会把这颗球抛过我的头，然后我人往前走，然后这颗球会在我后面落地，这样落地之后，因为这样转之后，它又往前弹回我正面。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玩这件事情，这样也可以练习到我抛球的它旋转的程度就是够不够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当球感练习嘛。好，
以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抛旋球的小技巧。对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一颗球转起来。你就算只做第一步，或是只做第二步都可以。对，重点就是让这颗球转起来，让你变得更好去扣球，让你变得更好去做跳发。不管你是在热身、在自抛扣，还是在发球的时候，这个旋球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好去扣到，更好去包到这一颗球。那所以你也许就是抛出这种旋球之后，你就没有说哦我包不到球的问题。那如果说在抛球、在抛发球的这件事情有任何不清楚的，都记得回去看一下。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跟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